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讲《甄嬛传》。皇帝利用静妃制衡华妃，静妃不入局，不想当棋子，也没有战斗力，从未和华妃进行过争斗。那么，皇帝的目的实现了吗？答案是实现了呀。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，静妃愿不愿意当棋子去制衡华妃是无关紧要的事。静妃不愿入的是她和华妃争斗的小局，但她本身就在后宫这个大局中。她只要坚持做自己，保持人淡如菊，享得寂寞的人设，她就能为皇帝所用。对于皇帝这样的管理者来说，做管理就如同下围棋。众所周知，下围棋讲究的是布局和造势，重要的是要有棋子可用，并不会寄希望于利用一颗棋子就制敌取胜，这不可能，也没必要。那么，站在皇帝的角度，他是如何利用静妃制衡华妃的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甄嬛抓到了刘本，找到了华妃陷害眉庄的证据，为了自保，华妃接受了曹琴墨的有罪当罚，有功便当赏自救策略，让两江太医窃取了温实初治疗10亿的方子献给皇帝。果然，皇帝因10亿得到了遏制，觉得华妃功不可没，便当众宣布要恢复华妃的协理6宫之权。爱妃辛苦了。臣妾不求皇上原谅臣妾昔日鲁莽，只求皇上不要因为生臣妾的气而伤了皇上的龙体。朕不是赏罚不明之人。皇上圣明。但是皇帝这个时期对华妃已经早有忌惮，不仅有年羹尧层面的原因，主要是华妃自己也在作死。华妃几乎是用逼迫的方式让皇帝同意了给他侄子年父的爵位，但华妃自己浑然不知，还觉得自己是在撒娇讨皇帝赏赐。皇上如今心疼臣妾哥哥胜过臣妾，若是哥哥来说，皇上便以为哥哥是体恤将士，安抚有道。先吃饭。皇上偏要臣妾急了才肯答应臣妾，臣妾不依呢。皇上偏要臣妾急了才肯答应臣妾，臣妾不依呢。看看，听到华妃这话时，皇帝的表情像吃了苍蝇似的。因此，从这些个层面来说，皇帝是十分不想再给华妃协理6宫之权的。但是，人家华妃的确是交上来了治疗10亿的方子，立了大功。你作为上位者做不到赏罚分明，权威和影响力是要受影响的。因此，华妃肯定是要赏的，但是又不能让她太舒服，这就是皇帝的逻辑。所以，他在宣布完恢复华妃6宫协理之权之后，紧接着立刻宣布了静嫔晋升为静妃的消息。朕要恢复华妃协理6宫之权。华妃，你要恪守妃子本分，好好协助皇后。静嫔就是恭维，性情温良，着册为静妃。静嫔侍奉朕也有8、9年了，静嫔久事恭维，性情温良，着册为静妃。注意皇帝这个用词，性情温良和性情跋扈的华妃正好互为反面，这两种不同的性情的对照，本身就是一种制衡，这就是正反相克的道理。说白了，在华妃这种嚣张任性的人面前，放的温良恭俭让的静妃就是在膈应他。然而突然被晋升的静妃很懵逼，她的表情是这样的，静妃的内心 OS 应该是：我无功不受禄，我啥都没做，也没啥功劳，怎么就给我升职加薪了？看静妃愣着，皇帝特意提醒她：怎么了？高兴傻了？连谢恩都忘了？静妃慌忙谢恩。此时一旁华妃的表情是这样的，对静妃所有的不爽和不屑都写在脸上了。皇帝继续做文章，侧妃之礼就定在下月19，你与华妃是同一年入宫的，也是宫里的老人了，你要好好相助华妃，共同为皇后分忧。你要好好相助华妃，共同为皇后分忧，这才是皇帝册封静妃的真正目的。让静妃相助华妃不过是说的好听罢了，真正的目的就是对华妃手中权力的稀释。也就是说，静嫔升职当了静妃，不是因为她做了啥事有啥功劳，而是先让她升职到那个特定位置上，然后再去做事，发挥作用。所以啊，并不是所有的职场晋升都值得羡慕，像静妃这种升职，
就是被老板拿着当枪使。不过静妃聪明，知道皇帝拿自己当枪使，虽然他积极表态说自己会恪尽职守，但他其实只是象征性的做了做眼皮子上的工作，实际上并未和华妃争斗过什么，甚至也特意避免和华妃起冲突。一来华妃真的不好惹，二来静妃这种被动型选手不是华妃这种主动型选手的对手。不得不说郑晓龙导演好会拍，静妃谢恩坐回到座位上之后，华妃和静妃的眼神之战就已经暗示说明了一切，静妃压根就威胁不到华妃。这一点皇帝自然也清楚，但他仍嘱咐道，朕明日要去河南出巡看看，后宫的事就由皇后主持，华妃和静妃协理。皇帝明知没有实权的静妃是起不到什么协理六宫的作用的，更别提干涉华妃了，但是他还是这么安排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静妃能不能实打实的起到作用，皇帝都能达到目的。静妃若是主动进攻，和华妃斗起来了，那么华妃的势力就得到了牵制和削弱，达到了制衡。静妃若是太弱，对华妃完全不起作用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华妃的嚣张气焰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标的，更能激起众怒。也就是说，皇帝明知华妃不会和静妃商量协作，但还要故意安排静妃给他，就是把华妃置于炭火之上。而华妃呢，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，还傲娇地认为皇上封了静妃又如何，照样不宠爱她。皇后就更不用说了，人老珠黄，皇上只是顾忌太后罢了。咱就是说真的很无语。不得不说，就华妃这脑子，要不是她家世实在太牛太硬，她压根就活不过3级。而皇后呢，很懂皇帝的用意，她召集后宫开会，提到后宫丽银发放事宜时，故意问华妃，账簿可给静妃看过吗？华妃当着众人嚣张地说，不用看，臣妾对过的账目绝无错漏，且静妃不熟悉银钱账目，看了也费事，反而延误了丽银发放，惹得河宫抱怨。华妃独断专横就算了，还顺带着把静妃也给奚落了。静妃只能赶紧对皇后表态说自己会好好研习。华妃呢，仍旧不依不饶地训斥静妃，好好研习，你要研习多久啊？反而让奴才们笑话为尊上者愚笨无能。不管静妃能力如何，也是皇帝钦点的和华妃一起协理六宫的人，华妃当众不留余地的给静妃难堪，把自己的猖狂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因此镜头给到一众妃嫔，基本上都是敢怒不敢言的表情。华妃惬意地享受着自己的独断专横，却全然不知自己正在给自己刨坟墓。而这就是皇帝要达到的目的，让华妃犯了众怒之后，他再动手除之，就是师出有名，惩坏除恶。这就是上位者的管理真相，讲成都是手段，都是为实现管理目标而服务的。所以在职场中，当你的老板或者领导提拔了一个看起来没有业务能力也没有业绩 KPI 的人，不要觉得不公平，也不要觉得你老板瞎了眼，他一定有他的管理目标要实现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